你記住，有福嘅人就有腳毛，吓，咁冇腳毛嘅咧，冇福咯。用條毛就可以睇一個人有冇福，得唔得噶？我話得，唔得就花神得啦。吓，嗱嗱聲立高對褲腳，睇下你有冇腳毛啦。老祖宗教落有福之人兩腿毛，無福之人無兩腿。嗱，好多人聽到呢句說話，第一反應就係福氣幾時同腳毛扯上關係嘅？真係鳩噏當地級啊！嗱，你繼續聽落去就知道好有道理。嗱，喺農耕時代，勞動人民都係以耕田為主嘅，正所謂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意思即係話冇荒廢嘅農田，但係有種田嘅農民餓死咁解。嗱，屏幕前如果有耕過田嘅人都應該知道，農民係慣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嘅。每日一大早就拎住啲架撐去耕田去做工。咁為咗方便嘅時候，落田仲會立高對褲腳先至做工。咁田裏面係好多泥好多扮噶嘛，做工嘅時候一腳踩落去啲泥扮嗰度，自然黐到成對腳都係噶啦。做完工之後就習慣將啲扮啊泥啊洗乾淨先至翻屋企嘅。咁長期咁洗啊洗得多，啲腳毛就越嚟越少咯，因為捽甩晒啊嘛，所以洗下對腳就自然光脫脫冇乜毛噶咯。呢一下就可以睇得出貧苦嘅勞動人民手停就口停，唔做就冇得食噶咯。相反唔使做都有得食嗰啲達官貴人啊，或者係大地主啊嗰啲就唔使辛苦落田去做工啦，唔使奔波勞碌，一般都係養尊處優。所以皮膚都生得白白淨淨啲嘅。咁啲毛我講嘅係啲腳毛啊，自然旺盛啲啦，因為唔使捽啊嘛，唔使洗佢啊嘛。所以古時候嘅老百姓就用睇腳毛嚟判斷一個人究竟係面朝黃土背朝天嘅貧苦農民啦，定係日日無所事事養尊處優高枕無憂嘅達官貴人呢？再加上民間老百姓認為尤其係男人啊，腳毛越多越茂盛就越好，越有福咁話。正所謂腳毛長，方方面面都強啊嘛，係咪？呢個講法又唔係話冇譜嘅喎。咁從中醫角度嚟講，呢啲體毛啊、腳毛啊、乜毛越多嘅，就叫做雄性激素分泌旺盛，即係表明呢一個人力氣大、身體好、耐力亦都好好，甚至生育能力都好好。咁中醫亦都有個講法嘅喎，腎氣強則骨髓充滿，血氣盛則榮於鬚髮、頭髮茂盛。咁用腳毛嚟判斷一個人有冇福，可能就未必準，但係毛髮呢啲嘢就可以知道一個人嘅身體狀況健唔健康啦。呢一個就係老祖宗教落嘅有福之人兩腿毛。咁至於後半句無福之人無兩腿又點解呢？無兩腿又冇福。其實呢度嘅無係有盲嘅意思，你可以試用普通話讀下，某某某某某某，發音係相近嘅。咁所以無兩腿即係盲兩腿咁解。呢一下好容易理解咯。你代入去嘅意思即係話冇福之人就係盲兩腿啦。換言之，即係話成日奔波勞累，為兩餐做到隻咁行唔到落嚟嘅，甚至係漂泊異鄉，居無定所，翻屋企過年嘅時間都冇。呢一種就被判斷為係勞碌命無福之人啦。你再睇翻盲兩腿嘅盲字，其實有光嘅含義喺裏邊。呢度光指嘅係光腿，唔係女士們依家着嘅光腿神器吓。呢度光指嘅係露出對腳，裸露出嚟。咁你對應翻以前古時候嘅人，為咗兩餐頻頻撲撲，辛苦咗大半世，可能都未必捨得買條長褲去遮住對腳。咁呢一個就係老祖宗留低嘅有福之人兩腿毛，無福之人無兩腿嘅俗語來源啦。講到呢度又令我諗起魯迅寫嗰句說話，着長衫嘅孔乙己，意思即係話着長衫嘅就係有文化嘅人。但係如果落田耕種辛苦勞動嘅農民就會輕裝上陣，着啲輕便裝嘅短衫短褲。所以喺古時候用着長衫定着短衫嚟判斷一個人究竟係農民啦定係有文化嘅人。你對應翻依家都係嘅。如果你見到一個女士着到高踭鞋，着條裙嘅，又或者係男士打晒呔，西裝骨骨咁白白淨淨，你大概可以估到佢應該係做輕騎工嘅嘢，唔係做辛苦工嘅，有可能係坐辦公室嘅人。但係相反，如果佢曬得黑黑實實，着一啲輕便裝、休閒裝嘅，甚至係着對水鞋嘅，有可能佢係做辛苦工嘅人。不過呢個判斷方法又未必準嘅。事關依家好多人會改變着裝嚟包裝自己嘅身份噶嘛。但係腳毛就唔得咯，你冇可能即刻要佢生出嚟噶嘛，亦都冇可能話直腳毛噶嘛，係咪？
所以有福之人兩腿毛，無福之人無兩腿呢句說話就可以睇得出貧富嘅差距。有錢係樓上樓，冇錢就地下踎。貧苦嘅農民係要自力更生嘅，但係有冇福又唔係話單單靠條毛嘅，係咪？嗱，老祖宗將呢啲經驗總結成濃縮成一句說話，只係想告誡我哋嗱，如果想成為有福之人嘅話，就要靠自己雙手去創造啦。除咗死做爛做之外，仲要識得去食腦啊！你話係咪呢？咁好啦，到最後又輪到你發揮，你又點樣睇有福之人兩腿毛，無福之人無兩腿呢一句說話呢？你有冇腳毛呢吓？留言分享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你記住，有5句說話唔可係經常講，講得多咧冇福過。邊5句說話咁巴閉啊？正所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啊嘛，嘢可以亂食，但係說話就唔可以亂講啦。事關亂講嘢嘅話，好容易會開口及着你。嗱，尤其係以下呢5種說話，如果經常講嘅話，就會惹禍上身。睇下你有冇犯過啦。第一種就係唔好經常講人壞話。正所謂正坐常思已過，閒談莫論人非啊嘛。即係話有時靜低落嚟就要諗下自己有咩做得不足嘅地方。同人哋交談嘅時候就唔好過多去談論人哋嘅是非，喺背後講人壞話，有意侮辱他人、惡語傷人，又或者係貶低他人嚟抬高自己嘅說話。嗱，呢啲都係對人唔尊重嘅。譬如話殘雞鷹啊，有乜本事啊？靠老公啫嘛，唉，咩都唔識，唔似得我啊，靠自己啊。仲有啊，唔好拿我講呢，唔好拿我講呢。喺背後揭人傷疤，惡意中傷人，甚至係貶低人哋嚟抬高自己。嗱，呢一種人其實內心係好自卑嘅，但係佢哋唔肯承認自己自卑嘅一面，唯有戴住一個自負嘅面具嚟掩蓋自卑啦。嗱，呢一種係唔成熟嘅表現，格局亦都係好細嘅。老祖宗一早就告誡我哋，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方面我哋唔可以經常講人壞話，而另一方面，如果遇到經常講壞話嘅是非精，就要遠離佢啦。嗱，講得壞話多，易遭人仇恨，招惹禍端啊。咁第二種唔好講咩話呢？冇車大炮，冇錯嘴，抹嘴。嗱，第二種就係唔好講大話，唔好講假話。嗱，假話有2層意思，第一種係呃人嘅說話，而第二種係虛偽嘅說話，即係廣府人講嘅吹水佬啦吓。嗱，唔知大家有冇發覺，只要你講咗一句大話，就要用無數個大話嚟冚住佢，去兜翻佢。嗱，大話唔可以呃一世嘅，總有一日會俾揭穿，會穿煲噶嘛。到兜唔到嗰一刻，俾人揭穿嗰一刻，禍就會來臨啦。咁邊啲禍呢？嗱，有可能因為你講嘅一個大話，令到名聲掃地、感情破裂、朋友反目成仇，呢啲都係因為你前面種嘅因，後面得嘅果。所以人與人之間都係真誠啲好啲，亦都唔好經常空口講白話喎。嗱，真正有料嘅人係會先做咗、完成咗、成功咗，先至去講俾大家聽，而唔係先講到自己有幾叻、有幾巴閉、有幾勁，再去做，到頭來做唔到，就叫做空口講白話啦。咁第三種又唔好講咩話啊？唔好講怨話，即係點啊？好似有啲人講嘅咧，怨天怨地啊！今日怨個老公好，聽日又怨個家婆衰，後日又怨個仔衰，唔生性，所以話唔好怨天怨地啦。生活壓力大，有怨言呻幾句又好正常，我都會吓。但係如果一日呻到黑，逢人都要呻幾句嘅，當人垃圾桶咁嘅，嗱，呢一種就變成咗怨婦啦。嗱，抱怨其實係一種負能量嚟嘅，人聽得多就會反感，聽得多就會走人頭噶啦嘛。咁你試想下，人哋屋企都一堆事未處理，仲要吸你嘅負能量，做你嘅垃圾桶，邊個想至得噶？係咪？嗱，講到呢度又令我諗起有個古仔，有隻馬騮嘅肚皮俾樹枝界傷咗，流咗好多血，佢覺得自己好慘啊，好可憐，所以逢係見到同伴都同人哋講：哇，你睇下我肚皮啊，好慘啊，流咗好多血啊！嗱，個個見到佢都會安慰佢，同埋教佢一啲治癒嘅方法。但係冇幾耐，呢隻馬騮就死鬼咗咯，死因就係因為傷口感染。咁其實呢隻馬騮係俾自己害死嘅，傷口講一次就痛一次，點解唔等佢慢慢咁治癒呢？係咪？所以當你想抱怨嘅時候，就要學識調整，學識控制，學識去接受，去包容啦。慢慢你要發現，其實都冇你諗得咁差啫。如果身邊有經常同你抱怨嘅人嘅話，你都遠離佢，要小心佢吓。咁第四種唔好講咩話呢？冇講啲氣話，發嬲嘅事唔度數個。
第四種唔好講氣話，咁相信大家都講過啦，係咪？氣話通常係憤怒嘅時候，冇經過深思熟慮嘅時候，失去理智嘅時候講嘅說話。有啲氣話唔單止係傷害到自己，同時亦都係傷害到他人嘅狠話，會令人失望，亦都會影響到大家嘅關係。你諗翻下，講得氣話嘅係咪都係身邊最親嘅人呢？有冇因為一時嘅氣話令到兩個人產生隔膜，心裏面有條刺嘅呢？所以嬲還嬲，嬲都要識得冷靜落嚟，控制好自己嘅情緒，唔好講氣話。一旦講咗氣話嘅話，覆水難收啊！咁第五種又唔好講咩話啊？未證實嘅說話唔好講。正所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喺咁多種說話當中，最可怕、最恐怖嘅就係混淆是非嘅謠言。你睇翻嘅謠字啦，指嘅係冇事實根據嘅傳言，又或者係憑空捏造出嚟唔可信嘅說話，即係廣府人講嘅生安白造啦吓。譬如話我聽講啊，我聽下邊個講啊，可能或者好似咁樣。呢啲未經過證實嘅說話，唔敢肯定嘅消息，千祈唔好講。唔係嘅話，一個傳一個就會變成謠言噶啦。尤其係依家網絡時代，信息傳播係好快嘅，好多人會人云亦云，聽風是雨，佢唔會去諗係咪真嘅，人哋轉發就會跟住轉發，傳播不實嘅信息，對當事人或者係對社會都會造成影響。所以要切記唔好講未經過證實、唔敢肯定嘅嘢，唔係嘅話因果循環啊！說話都係一門藝術嚟嘅，平時應該要多啲積下口德，講下善言，謹言慎行，遠離禍端，小心禍從口出啊！好啦，到最後又輪到你發揮咯。喺呢五種說話當中，你平時講得最多嘅又係乜嘢話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有句老話，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教子一藝不如賜子好名。由此可見，從古至今，姓名對於一個人嚟講都係咁重要，係父母送俾仔女嘅第一份大禮，亦都係陪伴人一生嘅符號。咁早期同大家講咗姓氏嘅讀音，咁今期就嚟同大家講下關於一啲人名嘅讀音同埋寓意。講到你嘅名嘅話，留言話我知啦。咁好多人改名會根據五行，咁今期就嚟同大家講下五行屬火嘅漢字。除咗火炎炎疫之外，咁好多會用到帶偏旁嘅字，譬如話呢個字普通話讀宣，粵語唔好讀宣，係讀圈。有個詞彙叫做宣赫，粵語讀煊赫，係指名聲好大、聲勢好盛大嘅意思。咁亦都有溫暖光明嘅含義。如果用作人名嘅話，有一種光彩奪目，就好似太陽一樣照亮溫暖他人嘅寓意。咁唔知你身邊有冇人叫阿圈嘅呢？有嘅話留個言啦。第二個係嚟自網友嘅提問，咁喺生活上係經常被用作人名，但係又經常有人讀錯，有冇人讀成行嘅呢？普通話讀宣旋，粵語可以讀圈，亦都可以讀犬。咁用作人名嘅話，兩個讀音都得，都係呢一句名從主人。有個詞彙叫做煊赫，咁煊字嘅本意係指火旺，引申為盛大、顯著、光明嘅意思。如果男仔用呢個名嘅話，就要搭配鏗鏘有力嘅字眼，即係嗰啲風啊、剛啊、強啊之類。咁如果女仔嘅話，就要搭配一啲輕柔嘅字眼，即係嗰啲緩啊、柔啊、輕啊之類。第三個亦都係五行缺火嘅常用字，但係唔知點解好多人將佢讀成叻、閃叻。可能覺得同沙礫嘅礫字有啲似，咁我以前有個同學亦都叫阿礫，咁讀下讀下又好似幾通順，名從主人啊嘛。不過後嚟我翻查過字典先至知道，原來呢個字普通話讀爍，只有一個讀音，粵語讀削，閃削唔係閃礫。我再翻查埋康熙字典，喺集韻韻會正韻裡面嘅注釋係色卓切音削。喺傳統嘅字書裏面，無論普通話定係粵語，都只有削一個讀音。咁讀成礫嘅話，只有近代廣州話正音字典裏面加個礫音落去。咁可能實在係太多人讀礫啦。咁講翻呢個削字有明亮嘅意思，本意係指溫度極高，可以將金石融化，形容發光的樣子咁解。用作人名嘅話，有耀眼、善良、活潑嘅含義。譬如話有位明星叫做楊爍，咁粵語可以讀楊削，亦都有人讀楊礫。第四個亦都係嚟自網友嘅提問，咁講到呢個字又令我諗起某一位明星劉華啊嘛，我點會唔知啫？經常睇佢做戲㗎啦。講咗好多次，人哋係叫劉燁，唔係叫劉華，又唔記得啦。呢個字普通話讀耶，粵語讀業，
係樹葉嘅葉，唔好再讀成華麗嘅華啦。嗱，葉字係有火光、日光嘅意思，咁引申為光輝燦爛嘅含義。嗱，用作人名嘅話，有美麗、光彩、樂觀、積極嘅意思。咁如果缺火嘅話，亦都係個唔錯嘅選擇。嗱，呢一個三把火亦都係經常俾用作人名。咁講到呢個字，又令我諗起我哋班以前有個班草個名就係有呢個字，所以俾我感覺用得呢個字做名嘅，一係就高大威猛，一係就好似何鴻燊咁搭水。嗱，冇錯，呢個字普通話讀新，粵語讀新，同新舊嘅新粵語係同音。嗱，新字用作人名有猛烈、熱情、鬥志昂揚嘅意思，咁用作男仔名係經常見噶啦。咁你身邊有冇朋友仔個名係有呢個字嘅呢？嗱，普通話讀一，不是耶；粵語讀一，唔好讀成十。嗱，一字係有光耀明亮嘅意思，譬如話熠熠生輝。咁用作人名有輝煌燦爛、顯赫同埋樂觀開朗嘅含義。咁經常聽到嘅應該係呢啲名。一輝一軒一名，你三隻反骨龍同我過嚟。咁講到呢個字，可能好多人會諗起著名主持人何炅，但係佢個名用粵語又點讀呢？兩個讀音，嗱，普通話可以讀炅，粵語讀炯，係表示火光明亮嘅意思。咁亦都可以讀炯，粵語讀貴，係多用於盛事。咁所以何炅嘅名用粵語應該係讀何炯，而唔係何貴。嗱，炯字用作人名有光明磊落、精神飽滿、目光長遠嘅含義。咁除咗會用一啲帶火字偏旁嘅漢字，咁亦都會用一啲屬性係火嘅漢字。嗱，譬如話呢個字普通話讀烤，粵語讀浩，唔好當佢係口天吳啦。嗱，浩字嘅本意係指廣大的天空，係比喻父母嘅恩情深重。咁用作人名嘅話係有眼光高遠、胸懷廣闊、浩瀚無邊嘅含義。嗱，例如話明星劉浩然同埋秦昊啊等等。嗱，又譬如話呢個字亦都係屬火，咁普通話兩個讀音可以讀重，可以讀巽。嗱，粵語本音讀成，但係坊間有人讀盛，茂盛嘅盛都得。嗱，盛字嘅本意係指光明旺盛、興盛嘅意思。咁呢個字用作人名有興旺、發達、樂觀嘅意思，寓意小朋友就好似日光一樣咁燦爛耀眼，給予人希望、受人敬仰嘅含義。嗱，希字係經常俾用作人名，咁呢個希字亦都唔例外。普通話讀思，粵語讀希。嗱，希字本意係指陽光，譬如話晨曦。嗱，希字用作人名有前程似錦、積極向上、光輝明朗嘅意思，男女都可以用，但係最難為嘅就係小朋友學寫自己嘅名嘅時候，實在太多筆畫啦。嗱，今期同大家講咗10個關於屬性係火嘅漢字，咁希望你喺生活上用得上。嗱，到最後揭曉上一期嘅答案，老豆姓乜都唔知，其實好多人都知道呢一句話係咩意思，但係又好難解釋，係咪呢？嗱，其實就係得意忘形咁解。咁今期嘅問題係上得床嚟掀被冚係咩意思呢？ A. 兒童不宜嘅行為。 B. 互相取暖。 C. 得寸進尺。 D. 難瞓。知嘅話留個言啦。好啦，今期嘅視頻暫時分享到呢度，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你記住，除夕三不空，來年不受窮。嗱，呢句說話係老祖宗留低落嚟嘅民間俗語，喺字面上嘅意思係話，如果你想嚟緊新嘅一年唔會窮嘅話，咁喺除夕夜有3樣嘢就唔可以空啦。咁呢三不空指嘅係邊3樣嘢啦吓？聽住啦，第一個就係燈不空。嗱，唔知你屋企有冇呢個習俗？我哋呢邊到依家都保留住呢一個習慣。無論阿媽平時有幾慳家套，但係一到除夕夜當晚就會點一盞燈，點到天光，好奢侈係咪？嗱，以前啲人係用火水燈噶嘛，就會留一盞，唔會吹熄佢嘅，一直點到天光。以前我係唔明點解嘅，但係後嚟先係知道，原來老一輩人認為點燈即係意味住光明咁解，亦都係意味住嚟緊新嘅一年充滿希望、美好嘅願望咁解。再加上老一輩嘅人認為通宵開燈係可以趕走呢個窮鬼，嚟緊新嘅一年可以財源廣進、順風順水咁話。咁關於呢個除夕點燈，其實喺《歲時雜記》裏面就有記載啦。交年之夜，門及床下以至青雲皆燃燈，除夜亦然為之照虛號。順便又講下呢兩個字，普通話讀千坤，粵語讀青雲，其實就係廁所。咁虛號指嘅就係嗰啲晦氣或者係嗰隻祟。換言之，即係話老百姓要借住燈火嘅光明去嚇走嗰啲衰嘢，嚇走嗰隻祟。咁點解老百姓要咁樣做呢？咁講起身又有段故啦。話說以前喺民間有一隻叫做祟嘅鬼怪，專門喺除夕夜當晚出嚟興風作浪，傷害啲細路哥。咁老百姓就諗咗個計仔，用火去嚇走佢啦。
發覺原來呢隻祟係怕火嘅喎。咁所以後嚟每年嘅除夕夜就會點一盞燈，兼且放炮仗，噼哩啪啦咁去嚇走呢隻祟啦。咁當然啦，呢一個只不過係民間傳說，其實都係老百姓用嚟祈求美好嘅願望，用嚟驅逐啲唔好嘅嘢嘅一個習俗。不過我哋呢邊就保留咗一個傳統嘅習俗，就喺除夕夜點燈迎接財神啦。順便話俾你聽，今年接財神嘅良辰吉時就係喺今晚嘅11:18，向西南方向祈求龍年大吉，財源滾滾來，做生意嘅生意興隆，工作嘅工作順利，希望新嘅一年財源廣進啊！咁唔知你屋企有冇接財神呢一個習俗呢？你又迎接咗財神爺未呢？第二個不空就係過不空，咁過用粵語我哋就叫煲叫鑊，過不空嘅意思即係話老一輩嘅人認為喺除夕夜當晚個煲要有飯，個鑊要有餸，咁嚟緊新嘅一年我哋先至唔會捱肚餓，有剩有剩，年年有餘，衣食無憂啊嘛。咁再加上團年飯都係一家人坐埋齊齊整整一齊食噶啦，咁過不空即係隨時有飯又有餸啦嘛，亦都象徵住家庭和諧、溫馨、團結、生活富足美好嘅時光。咁呢個過不空講起身又有段古咯。話說朱元璋有關朱生事。話說朱元璋喺未做皇帝之前，咁有一次喺除夕夜想偷偷地鼠入人哋屋企偷一啲剩菜剩飯填飽個肚，可惜等佢偷偷地鼠入去揭開個煲之後，發覺原來係空嘅，先至知道原來呢一家人都係窮苦人家。後嚟等朱元璋做咗皇帝之後，諗起當年點樣偷啲剩菜剩飯，所以佢就下令老百姓每年除夕夜都要剩一啲剩菜剩飯俾佢偷，梗係唔係啦，係想老百姓祈求嚟緊新嘅一年豐收美滿，有餘有剩，同時亦都係鞭策自己做一個好皇帝，可以令到老百姓豐衣足食。所以呢個過不空嘅習俗就慢慢咁流傳落嚟啦。咁最後呢一日，你估下係乜嘢不空呢？個口袋唔好空，個錢包唔好空，定係唔好一支公，個心唔好空虛咧吓？其實係屋裏不空，即係話喺除夕呢一日，一定要有人喺屋企，屋企唔可以冇人氣。呢一個就係老一輩人講嘅守歲啦，守住屋企，唔好俾一啲晦氣啊、霉運啊有機可乘。有啲地方守歲係守到天光嘅，象徵住將一切嘅邪瘟啊、病疫啊驅走、趕走、照跑，期待喺新嘅一年吉祥如意、延年益壽咁話。所以我阿婆以前都係咁樣教我哋嘅，喺除夕夜就唔好去躝街啦，要乖乖地留喺屋企守歲，仲會俾個壓歲錢，咁廣東人叫利是吓，壓住嗰隻歲，趕走啲大吉利是嘅嘢，咁嚟緊新嘅一年就會平平安安噶啦。咁唔知你收屋企人嘅利是係年30晚收啊，定係年初一收噶啦吓？呢一個就係老祖宗教落嘅除夕三不空，來年不受窮。咁其實呢三不空都可以睇得出係離唔開人嘅，亦都可以睇得出老祖宗其實係想過年過節呢個咁大時大節嘅日子，可以一家人齊齊整整、完整美滿咁坐埋食翻餐團年飯。所以如果未有翻屋企同屋企人食團年飯嘅，不妨打翻個電話去問候下啦。咁如果已經同屋企人食過團年飯嘅話，就要珍惜呢個美好嘅時光啦。畢竟喺未來呢5年都冇年30晚，得年29嘅啫。唔信你查下日曆啦。好啦，咁今期嘅問題係講下你嘅新年願望係乜嘢呢？到最後祝大家家門興旺、團圓美滿、身體健康。我哋下一年見，拜拜。你記住，大年初一有4大禁忌：一不吹，二不掃，三不吃，四不打。嚟緊新嘅一年先至會大吉大利、六六大順咁話。咁老祖宗留低落嚟嘅呢啲規矩係咩意思？你有冇犯過呢吓？聽住啦，第一個禁忌就係不吹。呢個吹字點聽都好似好哽耳，係咪？催婚、催生、催債、催命咁吹。咁呢度嘅吹指嘅就係吹起床。琴晚通宵達達，又或者係守歲嘅人都唔少啦。咁本嚟以為年初一可以瞓翻個懶覺，但係好多家長就會催啲細佬哥快啲起身拜年啦，快啲起身行大運，攞位飲早茶啦，將佢哋催命咁吹。譬如話，快啲起身啦，快啲起身啦，新年流流吉時過咗啦。哎呀！順便講俾你聽，年初一嘅良辰吉時係喺早上嘅7點至9點，又或者係9點至中午11點。咁如果錯過咗嘅話，就喺1點至3點呢個時間段，從踏出家門口向西南方向行一圈，有助於龍年行大運，迎喜添福咁話，記低佢啦。
咁啲長輩之所以唔想啲後生喺大年初一瞓懶覺，原因就係大年初一係一年嘅開始。咁如果喺呢一日都瞓懶覺嘅話，就會成年都懶噶啦，冇積極向上嘅心態。咁再加上如果俾啲三姑六婆、姨媽姑姐嚟拜年嘅時候，見到你仲瞓緊懶覺喎，就會話你好懶噶啦。所以要早起，咁最好就自己自覺啲，主動早啲起身啦，唔好要老人家催啊嘛，催好唔老禮嘅，催得多嗌霎就唔好啦。第二個禁忌不掃，咁相信呢一個好多人都做到，即係話喺大年初一唔好掃地，就算地下有垃圾都暫時唔好掃，亦都唔好倒垃圾喎。唔係，呢啲唔係垃圾，係福氣，係財氣。事關老百姓認為掃桿掃把即係掃把星啦，咁如果大年初一用個掃把星嚟掃地嘅話，就會掃走一啲財氣啊、福氣噶啦，亦都會掃嚟一啲唔好嘅嘢。嗱，就算要掃嘅話，都從外面往裏面掃，即係意味住將啲福氣掃翻嚟，咁先好嘅。嗱，垃圾喺年初一都唔係垃圾嚟嘅，係福氣，係財氣，所以唔可以倒咗佢哋。要點樣呢？要等喺屋企，等財聚財啊嘛。所以你見到你老豆老母喺年初一都唔會拖地，唔會掃地，亦都唔會倒垃圾嘅喎。咁幾時先係倒呢？放到年初二開咗年先係倒，又或者係等到年初五送窮日嗰日先至倒。咁啲福氣財氣咪會噏臭。第三個禁忌不吃。喺大年初一呢一日食嘢係好講究嘅，尤其係廣東人食碟餸都要講意頭，食棵生菜啊，生財啊，食條魚啦，年年有餘啊，一唔係食件雞啦，有雞有計，記得食條葱啊，聰明啊，過年點可以唔食蠔豉噶，發財好市啊嘛。仲有啊，食個煎堆又話煎堆碌碌，金銀滿屋；食個油角又話油角彎彎，家財百萬。俾啲掌聲廣東人先，抵佢發㗎係咪？咁至於唔食乜嘢呢？嗱，呢一個真係各處鄉村各處例啦。咁有啲地方係唔會食粥嘅，事關粥用普通話就叫絲番，絲番即係稀少啦。咁稀少即係窮噶咯，食粥食飯睇今日噶啦嘛。新年流流食稀少，好唔老禮咯。但係有啲地方嘅風俗，嗱，譬如話海南大年初一係會食齋祭祖嘅，寓意係吉祥平安咁話。而有一啲地方大年初一就唔會食一啲帶苦字嘅食物，譬如話苦瓜、苦茶、苦朱古力、苦咖啡。新年流流食苦，即係意味住嚟緊新嘅一年都好艱苦啦。咁亦都有啲地方大年初一係唔會食梨嘅，係事關個梨字同離別嘅離字係同音，分離又離別，大年初一好唔老禮啫。又有啲地方大年初一係唔會食蓮藕嘅，事關蓮藕係有窿噶嘛，有窿即係漏財啦，阿媽唔中意嘅。不過阿媽啲糖蓮藕又點解釋啦吓？仲有一啲係唔食梅菜嘅，事關個梅字同梅運嘅梅字係同音啊嘛。咁新年流流食梅，即係意味住嚟緊呢一年都會好梅啦，係好唔老禮噶嘛。咁食啲乜嘢先好呢？食一啲講意頭嘅菜式，又或者係甜嘅嘢，意味住嚟緊新嘅一年越過越甘甜啊嘛。咁第四個禁忌就係不打，有冇啲剛想拎起個雞毛掃藤條炆豬肉嘅呢？你個衰仔，你話講你又唔聽，聽你又唔做，做又唔改，真係生件叉燒生你啊！我數下流人啊，事關正月初一係一年當中最開心、最關鍵嘅日子，喺呢一日係唔適宜打仔嘅，亦都唔適宜嗌霎。尤其係啲老夫老妻啊，喐啲就頂兩句炮仗咁嘅頸，喐啲就嘈冤巴閉，係唔好嘅，相嗌好喉啊嘛。再加上老一輩嘅人認為，尋晚先接完財神翻嚟，你今日就喺度大吵大鬧、炒大鑊咁嘈冤巴閉，財神爺都俾你嚇走啦，仲點會送財至得㗎？新年流流喺度炒大鑊，即係意味住嚟緊新嘅一年都會喺打罵中度過，好唔老禮㗎嘛。所以家和萬事興啊！喺呢一日咪等細佬哥玩得開心啲，盡興啲咯，唔好打仔，亦都唔好鬧佢，唔好嘈交。就算呢件叉燒真係做錯咗，你記低佢，過完年先係藤條炆豬肉咯。咁當然啦，呢啲都係老一輩嘅風俗，作為後生都未必話可以跟到十足、順到十足嘅。畢竟依家新時代思想亦都會進步噶嘛。但係我非常認同不打同埋唔好嘈交，因為家和先至會萬事興隆，和氣先至會生財噶嘛。
所以大家喺嚟緊新嘅一年要多啲去包容，多啲同屋企人溝通，多啲講好嘅說話，咁樣過年先至會開心，先至有年味，先至會行大運噶嘛。好啦，到最後輪到你發揮，呢幾組詞彙用粵語又點讀呢？早期教過大家3疊字、4疊字噶啦，龍行乜嘢，前程乜嘢，生活乜嘢呢？留言話我知。到最後年初一啦，祝大家龍年大吉，百無禁忌，事事順利。我哋下一期見，拜拜。你記住有仔嘅人你唔會空得好耐，咁如果冇仔有女呢？咁就話富不昌噶啦。咁即係重男輕女啫。係啊，古老話咯，有仔萬事足。咁照你咁講，即係生仔好過生女啦。生仔就好聽，生女就保命。咁你又認唔認同阿婆呢一句說話呢？你覺得生仔好定係生女好呢？吓，你身邊有冇呢啲例子呢？如果生咗第一胎係女，第二胎又係女，第三胎就要追個仔啦，一直追到生到仔為止。嗱，雖然依家係文明嘅社會，但係重男輕女嘅思想都仲係咁嚴重，有仔先至可以叫做繼承香火，有女都唔算嘅。尤其喺古代呢一種思想就好嚴重啦。所以民間有句俗語，有子之人貧不久，無兒有女富不長。呢句說話喺字面上嘅意思係話，生咗仔嘅話，一個家庭就唔會窮得好耐，甚至可以致富。但係如果一個家庭冇生到仔，淨係得粒女嘅話，就算係再富裕嘅家庭，都有可能富不久。點解古人會有呢一啲咁樣嘅諗法呢？你又認唔認同古人嘅講法呢？吓？莫非真係生仔好過生女？今日我哋就嚟討論下咯。屏幕前嘅你生咗仔嘅話，扣個1；如果生咗女嘅話，扣個2；如果仔女都生咗嘅，湊成個好字嘅話，就打個好字上嚟咯。講翻有子之人貧不久呢句說話，咁按照老一輩嘅觀點，認為男人就係第一生產力，有仔就可以脫貧，甚至可以致富。點解古人會有呢一種諗法呢？睇翻喺農耕社會，以農為本，咁古時候嘅科技同埋生產力都冇依家咁發達噶嘛，所以耕田種地呢家嘢都要靠人力去完成。尤其係普通老百姓嘅家庭，特別需要一個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健碩嘅男人落田去耕種。咁如果家庭條件好啲嘅，就會有隻牛去幫手耕田啦。咁大家都知啦，耕田種地係好辛苦噶嘛，又要擔得，又要抬得，又要捱得，甚至需要好大嘅勞動力。所以喺呢點體力方面，男人就優勢於女人咯。咁事關男人更加大力，體魄更加強勁啊嘛。所以喺古時候，一啲大隻嘅男士，一啲健碩嘅男人係好吃香噶，因為做得啊嘛。咁亦都係因為以前環境因素嘅影響，所以老一輩嘅人就覺得男人先至係農村嘅第一生產力。一個家庭只要有個仔嘅話，就唔會餓死噶啦。有男丁先至可以算得上係真正勞動力，男丁越多，勞動力就越大，耕起田嚟都可以輕鬆好多，收成自然會越嚟越多啦。只有咁樣先至可以撐起一頭家。所以古人認為有男丁嘅家庭先至有機會脫貧，甚至可以致富。所以你睇翻以前啲人娶老婆最睇重嘅就係等大好生養，至緊要生到粒慈姑定出嚟去繼後香火，最好就越多越好啦。咁講到呢度又順帶一提，人丁興旺嘅丁指嘅就係男丁，男丁越多就越興旺啊嘛。添丁其實就係指添咗個男丁。如果喺鄉下生活過嘅人應該都知道，咁生咗個仔嘅話就要去祠堂去祖堂點燈，其實就係喺屋企攞住個油瓶去到祠堂加啲油落去，咁意味住延續香火嘅意思。男丁先係做得嘅，女係唔做得㗎吓。咁若然係帶住個仔翻頭嫁過去嘅，呢一種喺粵語裏面就叫做遊艇仔，其實就係油瓶仔嘅諧音，即係話帶住個油瓶去延續人哋嘅燈火咁解。仲有啲人將遊艇仔叫做引龜仔，以為引隻烏龜翻嚟，咁樣係解唔通嘅。其實係引歸來咁解，即係引人歸來。原本佢唔係呢個姓嘅，係將佢引過嚟嘅啫，就叫做引龜仔啦。學到嘢嘛？學到嘢嘅話，視頻點翻個讚咯。咁點燈即係供奉祖先嘅意思。男丁先係有份，女子係冇份。從呢一點就可以睇得出，老一輩嘅人重男輕女、男尊女卑嘅思想係好嚴重嘅。再講下冇兒有女富不長，咁正話都講咗，按照以前老一輩人嘅思想，認為男子先至係第一生產力，一個家庭多男丁嘅話，就會多人耕種，先至會興旺。咁若然一個家庭冇男丁，淨係得女子嘅話，就會被視為冇傳承香火，甚至係冇勞動力。
所以老一輩嘅人認為，如果一個家庭再富裕都好，冇男丁嘅，得個女嘅係冇辦法長久咁維持家業。咁女唔得咩？事關古人認為女要嫁人噶嘛，嫁咗就隨夫家噶啦。如果將啲家業交俾咗個女，或者係交俾咗個女婿嘅話，即係等於益咗隔離噶咯。所以喺古時候有啲地方嘅人就諗咗個辦法咯，叫做吃絕戶。吃絕戶，即係話食盡佢所有嘅家產。譬如話呢一家人好富有嘅，冇男仔，冇生到仔嘅，咁等到呢一家人嘅主人過咗身之後，咁佢啲親戚叔伯兄弟啊，或者係嗰啲堂哥堂細佬啊，就會分割晒佢所有嘅財產。咁有啲有良心嘅就會幫手照顧下呢家人嘅孤兒寡婦。咁若然係冇良心嗰啲，就會逼個女主人去改嫁，又或者係將呢家人嘅女隨便咁許配出去。呢一個就叫做吃絕戶啦。呢一種方式喺古時候就好常見啦。譬如喺明朝末年，有位才女叫做柳如是，嫁咗俾佢丈夫錢謙益之後，生咗個女，但係好景不長，佢嘅丈夫好早就已經瓜咗啦。咁後嚟鄉里宗親就想要吃絕戶，想瓜分佢哋嘅財產。咁好彩柳如是以死相逼，嚇走咗嗰班衰人。最後佢個女就帶住大部分嘅財產嫁俾咗一個官員嘅仔。仲有一種吃絕戶嘅情況，唔單止係針對冇兒有女嘅，就算係有男丁未成年嘅男丁都係一樣。喺佢哋嘅眼中，只要係未長大嘅都叫做絕戶。只要係主人家一死，就會將呢個女主人同埋未成年嗰個男丁賣咗出去，咁剩低嘅家產就會成個家族甚至係成村人嚟瓜分啦。咁睇嚟喺古時候，就算係生男又好生女又好，都未必可以永久咁保存香火，係咪？呢一個就係古時候嘅陋習吃絕戶啦。咁你有冇聽過呢？所以聽咗咁多，你就知道點解古人會講呢一句有子之人貧不久，無兒有女富不長，就係咁解啦。亦都正正因為呢一種咁傳統嘅思想、咁傳統嘅觀念代代相傳，所以導致依家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多出嚟嗰3000幾萬男士，可能真係要做光棍噶啦。你睇翻依家係咪經常聽到好多男仔娶唔到老婆，但係好少聽到女嘅嫁唔出，係咪啊？不過時代唔同啦，生仔好過生女呢啲思想已經過時噶啦。我哋嘅思想亦都要跟住進步，生仔又好，生女又好，其實都係屋企嘅一份子，都係家庭嘅後代。男人有本事，依家啲女人一樣咁獨立自強啊嘛，係咪？好啦，到最後阿婆要問下你，生女好定生仔好？你屋企有冇重男輕女呢一種思想呢？評論區話我知，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